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千田卓哉先生所著的《只有一流人士才知道的，绝不告诉他人的世界法则》这本书。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被称为一流人士，他们备受尊敬、信赖和爱戴，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可观的收入。相信每个人都希望成为这样的一流人士。然而，在现实中，有些人看起来就是一流人士，而有些人则差得很远。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别呢？作者认为，这是因为一流人士掌握了一些绝不告诉他人的世界法则，无论是金钱、时间管理还是人际关系，一流人士都有其独特的法则。正是因为他们遵循这些法则，才变得一流。作者在书中总结了他与超过3000名一流人士对话的经验，提炼出一流人士共有的法则。通过了解这些一流的法则，你也可以变得更加有魅力，赢得更多的尊敬和信赖，事业顺利，收入增加，人际关系也会更加和谐。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一流人士绝不告诉他人的金钱法则；第二，一流人士绝不告诉他人的时间法则；第三，一流人士绝不告诉他人的人际关系法则。首先是第一部分，一流人士绝不告诉他人的金钱法则。第一个金钱法则是：金钱就是力量。在一流人士的世界里，金钱意味着权力。对他们而言，金钱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必须善加利用。但同时，他们也明白，为了金钱而牺牲寿命毫无意义，让生活被金钱左右更是愚蠢至极。金钱就是力量，如果您能恰当地使用金钱，您就能成为一个真正拥有力量的人。金钱的最大力量在于它可以用来购买时间。当拥有一定的金钱后，最方便的一点就是可以购买时间。显而易见，时间远比金钱重要。这一点，在您赚完一生的工资之后，才能真正体会到。作者在38岁时就赚到了他自己设定的一生的收入目标，从此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有人说，时间是唯一公平分配给每个人的资源，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谎言。富人可以用金钱来购买时间，因此比普通人拥有更多的时间。当您拥有大量的金钱后，您就会由衷地明白这一点。举个例子，如果你有足够的钱，就不需要去上班。如果去公司通勤时间是1小时，那么每天往返就节省了2小时，1年下来可以节省500小时。如果工作30年，仅通勤时间就能节省15000小时。换句话说，普通人每天有24小时，而富人则相当于每天有48小时。此外，有钱人还可以通过雇佣他人，将时间扩展到48小时甚至96小时。普通人每天可能花费2到3小时做家务，而有钱人则可以完全不做这些，从而每天多出2到3小时的自由时间。再比如，有钱人可以将不喜欢的事情或琐事进行外包，由此也能节省大量的时间。所以你会明白，金钱是能购买时间的，而时间并非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如果你喜欢自己的工作，那还好，但大多数人只是为了生活费而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每个月工作160小时。这些时间实际上是为了换取金钱而出卖的时间。如果你有足够的金钱，就可以完全不工作，每个月就会多出160小时的自由时间。一天有24小时，每个月多出160小时的话，相当于您的时间延长了25%。更重要的是，这些额外的时间都是您清醒状态的时间。大多数人每天至少要睡6小时，所以如果每个月多出160小时的清醒时间，那么实际上您获得的自由时间远不止25%。由此可见，金钱是能购买时间的，相当于延长了您的寿命，也让您的人生变得更长。这就是金钱的巨大力量。除了购买时间之外，金钱还可以购买最适合自己的舒适环境。作者作为一名作家，生活环境对他来说非常重要。通过使用金钱，
他可以把自己的书房打造成比豪华酒店的休息室更舒适的地方，比如在都市中拥有一个充满绿意的书房，或者在宽敞的落地窗前办公，这样能够极大地提升他的思维和创造力。如果能用金钱购买到最适合自己的环境，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快速完成工作，从而节省出更多的时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钱来购买时间和舒适的环境，但如果您能遵循一流人士的金钱法则，量入为出，积累财富，您就能逐步实现这些目标。有人可能会笑着说，量入为出的使用金钱，不超过自己的收入，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然而，正因为这并不容易做到，所以大多数人都无法积累到财富。暴发户破产的例子比比皆是，许多人只是偶然在某一年赚到了大钱，却误以为这样的好运会一直持续下去，于是买了豪宅和豪车。然而，持续赚大钱的情况是极少见的，往往会有赚不到钱的年份。结果，豪宅和豪车的费用让他们破产了。作者提到，和他一样从事写作的某些人，因为某一年出版了畅销书，用版税购买了高级公寓和豪车，结果第2年的所得税却支付不起。于是税务局开始过来调查，并要求补缴税款。听到这种故事，有些人可能会问，这个世上真有这么愚蠢的人吗？但事实上，正是那些认为这只是别人的事情而轻视他的人最为危险。因为当自己身处同样的境地时，往往无法真正做到量入为出的使用金钱。真正从心底理解量入为出的使用金钱，意味着不仅仅是头脑上的理解，而是身体能够自然而然地按照这种方式行动，并且能够将其养成习惯。而量入为出的使用金钱的秘诀之一，就是无论什么原因，都要确保有一部分收入存起来。金钱无法带进坟墓，过度节俭、过度储蓄是愚蠢的。同样的，过度消费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生活也是不明智的。在量入为出的使用金钱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要轻易请客。因为金钱基本上应该只用于对自己有回报的事情。可能有些人在公司里会因为自己是前辈的缘故，经常请后辈或部下吃饭，但一流人士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种毫无意义的行为会让人变得平庸，甚至贫穷。如果轻易请客，对方是不会感激您的，相反，他们可能会认为您单身或者没有什么负担，又或者觉得您在便宜的饭店请客根本不值得感谢。或许有些人会觉得，对方多少还是会感激的吧。但实际上，作者在当上班族的时候，听过无数次这种闲话。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轻易请客是不可取的，不仅浪费了您宝贵的金钱，人们更不会因为被请客而感激您，相反还会说您的坏话。当然，如果您请客是因为这能让您感受到幸福，那就没问题。但如果您只是随便请一些不喜欢的人吃饭的话，最好立即停止这种行为。不仅仅是请客，人生的各个方面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回报，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认同感而花钱，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请客这种行为本身就不合理，因为它会让你养成没有回报就花钱的习惯。为了不让自己陷入经济困境，购买时间和舒适的环境是需要金钱的。因此，不要将宝贵的金钱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接下来是第2个金钱法则：炫耀性购物是一种负债，价格适中的学习教材是最强的投资。我们常常因为想要炫耀而进行购物，然而这实际上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每个人都有认同需求和炫耀的本能，但如果这种欲望过度，不仅会浪费金钱，甚至还会失去他人的尊敬和信任。炫耀性购物的典型代表就是购买豪宅和豪车。作者表示，他见过无数位一流人士，但没有一个人能够持续这种奢华的生活。越是优秀的人，越会购买简单实用的东西，尽管他们的住宅确实比普通人要大一些。
车子也比较高档，但他们所拥有的东西往往会让人觉得他们本可以购买更昂贵的物品。据作者观察，超过90%的一流人士拥有的土地面积不超过100平，车子也多为价格不超过1000万日元的日本国产车，并且他们对这些物品都非常珍惜。如果过度进行炫耀性购物，不仅会成为他人嫉妒的对象，还会引起税务部门的注意，使得您在社会上树敌无数。此外，各种不怀好意的人也会对您的财富虎视眈眈，会导致您陷入更多的麻烦。因此，切勿因炫耀而花费金钱。那么，我们应该将金钱花在什么地方呢？作者称，最具性价比的就是那些价格适中的学习教材。大家一定要记住，最强的投资就是学习。然而，市面上充斥着各种价格过高的学习教材，我们应该购买那些价格适中的书籍。将金钱投资于自己的头脑是最明智的投资。金钱可能会背叛您，但学到的知识永远不会。接下来是第二部分，一流人士绝不告诉他人的时间法则。一流人士和普通人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时间的使用方式。一流人士从心底认识到时间的重要性，并且能极其高效地利用时间。接下来我会详细介绍一下一流人士的时间管理法则，希望大家能从中学到有用的部分。首先是第一个时间法则，先安排绝对不能错过的事情。许多人在试图管理时间时，首先会遇到一个问题：时间不够用。在面对繁忙的日程时，如果一件件按顺序来进行处理，我们常常会发现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真正重要的事情。因此，在时间管理上，首先要做的就是优先安排那些绝对不能错过的事情，比如睡眠和饮食。其他的事情，即使错过了也没关系，我们都可以应付。更进一步说，睡眠比饮食更为重要。饮食的时间相对较短，有些人一天只需吃1顿饭也能维持。然而，睡眠的时间至少需要6个小时，许多人则需要7到8个小时。如果睡眠不足，我们患各种疾病的风险会增加，每天的表现也会显著下降。因此，确保充足的睡眠时间至关重要。那么，究竟如何在繁忙的生活中来确保充足的睡眠呢？最有效的方法是从一开始就把睡眠时间固定在我们的日程中，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占用这段时间。许多人把一天看作24小时，但如果从一开始就把一天看作16小时，把睡眠的时间排除在外，我们就能更好地管理时间。作者在做上班族时，平均每天睡9个小时，剩下的时间用于工作。他的同事中，有些人每天只睡2到3个小时，工作质量往往较差。而睡9个小时的作者不仅升职更快，收入也更高。因此，确保睡眠时间非常重要。一流人士通过确保充足的睡眠来保持大脑的高效运转和良好的健康状态，从而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要想使生活更加辉煌，首先我们就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排除一切减少睡眠时间的因素。此外，在一天的16小时中，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运动。为什么睡眠之后要优先保证运动的时间呢？因为长期缺乏适度的运动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科学已经证明，适度的运动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人类本身就是为运动而设计的，不运动会导致身体的各种不适。因此，在确保充足的睡眠后，要优先安排运动的时间。接下来是第二个时间法则，排除一切借口，确保有自己的时间。很多自我提升的书籍会建议您不要加班，要拥有自己的时间。但作者称，这些建议太过于温和，应该在这些建议前加上排除一切借口。无论是什么借口，都要尽力确保我们有充足的时间，不要因为同事、上司或客户的要求而放弃自己的时间。首先要确保自己的时间。如果有人邀请您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或者您觉得不值得参加，就应该果断拒绝。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情侣之间。如果您不想见面，就应该明确拒绝，
不要勉强自己，甚至在工作中，也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比如假装外出拜访客户，或者以生病为借口休息，来确保自己有充足的空闲时间，从而在这段时间内进行思考和学习，专注于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和重要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成为一流人士。接下来是第3个时间法则，对讨厌的人也要礼貌对待。当面对令人讨厌的人时，有些人会表现出明显的反感。这种做法不仅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无谓地增加敌人。增加敌人可能会导致他们阻挠您，使您分心，从而消耗自己宝贵的时间。因此，一流人士会更加礼貌地对待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人，即使心里不愿意，也要尽量保持礼貌，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自然地保持距离。尽管对某些人礼貌待之可能会让您觉得不舒服，但为了保护您自己的时间，这种做法是值得的。接下来是第4个时间法则，拥有自己的决策标准。常常感叹时间不够用的人，通常决策速度比较慢。与其反复犹豫，花费1周时间来做决定，不如在当下快速决策，这样能节省大量的时间。犹豫不决不仅会浪费时间，而且没有任何好处。决策并不一定意味着选择所有的选项，有时不选择也是一种决策。一流人士通常会决策迅速，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决策标准。大家也可以制定自己的决策标准，比如，当别人邀请您时，只有当您真正感兴趣时才参加。如果会影响到您的睡眠时间，无论如何都要拒绝。在需要做决策时，优先选择做而不是不做。在犹豫时，听从直觉的建议。总之，不要根据他人的标准来做决定，而是要拥有自己的决策标准。我们人生的时间有限，不能在犹豫不决中浪费。接下来是第3部分，一流人士绝不告诉他人的人际关系法则。首先是第1个人际关系法则，不要让3流的人坐在您的旁边。即使您是一个1流的人，但如果您的旁边坐着3流的人，别人会认为你也是3流的。因此，您周围的人如何判断您的层次，常常取决于您身边的人。虽然平等的理念看起来很美好，但现实中每个人、每个职业和公司都有其序列。作者坚信，平等只是一种幻想。正因为人是不平等的，我们才会努力提升自己，追求更舒适的生活。当您的人生阶段上升时，旧日的朋友或熟人可能会突然出现，向您求助或推销各种服务。这时候，要记住，不要让这些人重新把您拉回到低层次的世界里去。接下来是第2个人际关系法则，立即与传递恶意言论的人绝交。虽然不说别人坏话是正确的，但最让人讨厌的往往是那些专门传递恶意言论的人。这些人会特意告诉您，某某某在背后说了您的坏话。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当看到别人困扰或伤心时，他们会获得快感。如果这些恶意言论的传递者不传递这些消息，恶言的制造者和被害者都不会受到影响。恶意言论的传递者不仅会传播这些恶意，还会享受其中的痛苦和悲伤。因此，当有人把恶意的言论带到您面前时，注意观察他们的表情和眼神，你会发现他们的脸上常常带有愉悦的神情。在一流的世界里，传递恶意言论的人就像害虫一样被厌恶和排斥。因此，你要学会与那些故意将恶意言论带到您面前的人绝交，以保持自己的心境和人际关系的纯洁。这可能是您从未听过的观点，但作者认为，人际关系也有类似食物的保质期。无论是古今中外，离婚的现象频繁发生，曾经完全信任的朋友背叛的新闻也层出不穷。人际关系的确存在着保质期。一流人士往往比普通人的单身比例要高，即使已婚，很多人也选择分居。虽然单身或分居可能给人带来负面的印象，但一流人士可以在单身时享受自由恋爱，而分居则有助于双方在各自领域中的相互提升，进而成为超一流的人。对一流人士而言，时间是一种极其宝贵的资源，
他们同样会重视对方的时间。普通人往往为了社会的面子而结婚，营造温馨的家庭，但一流人士更注重人际关系的本质，在现有制度和规范中找到平衡，建立清爽且尊重彼此的关系。当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您就会发现，与其每天都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偶尔见面反而能够让感情更加持久。这同样适用于朋友关系。常常在一起的人，往往关系比较短暂，容易发生争吵，而一年见几次的关系，则更有可能成为终生的朋友。虽然这种生活方式听起来可能让人感到有些孤独，但作者认为，孤独感弱的人是无法成为一流人士的。真正的一流人士专注于自身的成长，而不依赖于群体的喧闹和浮华。除此之外，一流人士不愿接触那些二流的信息和二流的人，因为他们深知自己会受到周围人的巨大影响，因此对所有信息和影响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如果你想成为真正的一流人士，就必须学会爱自己，做一个能够独立的人。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